父亲，舅舅，我听尚书台的文书说，邓艾已经建议司马忠诚在淮南淮北屯田了。陈尚书对此也十分的赏识。可淮南淮北的要塞是寿春和谯县，这两个地方，谯县，一个是咱们的老家，一个是水路运转的要塞。那里的田地，可是这么多年咱们记载下来的，哪儿有田给他们屯呢？要我说，这狗屁新政就是冲咱们来的。哎，你说这陛下，他吃了什么药啊？这么护着他们？哎呀，行了，子连叔，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对了，我听说郭贵嫔因为无职被打入冷宫了。那个女子也是个祸害。司马懿的小姨子被打入冷宫，正好。确实正好啊。这个天子身边，岂能没有几个可心的妃嫔呢？嗯。谁呀？沈阳公他同意了。他能不同意吗？他的命都是咱们家给的，他还顾得上他这两个闺女？把头抬起来。妹妹，姐姐，崔妾拜见夫人。快起来，跟我就不要说这样的话了。姐姐今日怎么过来了？冷宫中都是些残羹冷炙，这样的天气对身体不好。我给你做了些热羹，你快趁热吃些吧。谢谢姐姐，请上座。你不必太过担心，陛下虽然性情有些冷厉，但他素来恩怨分明。对他有恩之人，他会终身感念。你一路与他共患难，他此番纵然生气，过得几日，自然会接你回去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恨我？我为什么要恨你啊？这些日子，我每晚在这里都睡不好，寂寞孤单，像冷风一样吹着骨头，刀割一样疼。这些年我在他身边，夫人就像我在这里一样寂寞。姐姐，你应该恨我才是啊！我不恨你，多亏了有你在他身边，让他有所爱而心境平和些。要怨，就怨我自己的命吧。我在想，若是当初我也有你的勇气，不嫁给陛下，也不嫁给四公子，那你、我、陛下、四公子，
我们几个人都会比现在幸福得多。姐姐，其实你的心里更惦念四公子，是吗？情为何物？我在这宫中10几年，见过兄弟戏强，见过父子猜忌，见过杀人如斩草，落地不闻声。这宫里，处处都是会杀人的阴谋，处处都是能致死的计谋。我早就没有力气去爱了。万幸，我还有东乡跟瑞儿。我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他们能避过这些苦难，平平安安度过此生。参见陛下。啊，陛下，这2位是山阳宫的2位女儿，也是前汉的2位公主，现在呢自愿来服侍陛下。子丹，啊，这刘协是怎么想的？他的夫人是我的妹妹啊，他的2个孩子不就是我的外甥女吗？对啊，这不合礼法。哎呦，陛下，亲亲尊尊，是为礼法。再说了，他们俩又不是大公主亲生的，有何关系啊？何况，这山阳宫禅让陛下，就好比尧禅让给舜，舜呢又娶了尧的2位公主，娥皇和女英。那这么说来，陛下也应该接纳山阳宫的2位公主，这样才算合乎礼法嘛。啊，子丹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？哎，陛下，我好了，既然是公主，就封为贵人吧。许纯，交由后宫，起居礼制不得怠慢。是。谢陛下。你们会找我们玩吗？这里我们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好无趣的。好啊，这里的皇宫比你们原来的大多了，迷了路可不许哭啊。姐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，姐？哎，不得无礼。 2位贵人，请吧。陛下，可还可心啊？难为你啊，这么挖空心思。也难为刘协了，他倒好手，赏点财物，捐帛。 也就打发了，只是你呀，位极人臣，叫朕如何赏赐呢？哎呦，陛下，何时和臣这么生分呢？啊，和别人可以，唯独和子丹不能。说来无妨。陛下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臣就直说了。其实啊，也没什么大事。 就是陛下上回提到要优抚咱家的乔县，现在乔县那个县官呀，实在是太不称职了，所以臣呢就一直惦念着那个县令的人选。夏侯老六他们家那个小子夏侯玄，现在长大了，可懂事儿了，并且呢现在暂无战事，所以臣呢就想着把这小子调到地方上，让他历练历练。不知道陛下意下如何？ 官员遴选，
尚书台最近不是在选官吗？为什么不让玄儿去参加中正评选？陛下，这事儿尚书台管不了。陛下想啊，这乔县是咱们家的老家，各家的祖坟和家庙都在那儿呢，这是陛下的家事啊。玄儿爱读书，做人又比较稳重。本来朕想留有大用。哎呦，一个县令，会不会太委屈他了？哎呀，陛下，先让这小子到地方上历练历练。好，那就让他历练历练。谢陛下。世载，快请。世载，尚书台的选官文书，那上面没你的名字，是不是觉得委屈？忠诚恳服侍，学生已经不胜感激。世载，文书上没你的名字，并非是你不适合做官，只是现有的官职都难展你之才华。我为了屯田之事，特为你增设了一个屯田令的官职，不受地方官约束，专管屯田之事。世载，你以为如何？谢忠诚。世载，你说说看，屯田之事难在何处？难处在于，良田为权贵兼并，在于军屯收成被将军们纳入了私囊，国家无田，即便有田，所收也不归国家。你虽言语有爱，却比很多侃侃而谈的人想得清楚多了。学生做蓄历史，所见的多些罢了。再说说看，屯田之事难在何地啊？乔配。不错，此地是曹氏、夏侯氏之乡里，若要当官，此处便是上天的天梯；可要是屯田，此处就是刀山火海。你敢不敢在此地开始屯田？敢。学生之见，第一为乔配，第二为寿春，此二处屯田成功，学生之策才可用。好，地方之事你要一力承担，在朝里，我做你的后盾。忠诚比我凶险。难事说完了，说些好事吧。你身边那位姑娘，为何只要有她在你身边，你说话就流畅许多？她和忠诚一样，不嘲笑我。你下去做官，最好带她在身边。只是人家一个姑娘，得要个名分，不知世载是否愿意娶她为妻？我和内子愿意为你做媒。愿意。谢忠诚。世载，你如愿意，以后可以以师生相称。老师。是内监，皇宫中怎么会有如此僻静的地方，连个宫女都没有？此处是冷宫。哦，想来那就是郭贵嫔了。贵人对宫中事所知甚详啊。陛下都叫我们公主，你怎么敢叫贵人？贵人，老奴一生侍奉陛下，不曾做过汉臣，只认得魏家公主，不认得汉家公主，望贵人恕罪。姐姐，她是贵嫔，咱们是贵人，品次比咱们高的，要不要下去行个礼？你见过住在冷宫的贵嫔吗？走。
陛下。那2个丫头都安顿好了吗？安顿好了。还有事吗？陛下，是不是该接郭贵嫔回来了？他求你了？不，是甄夫人告诉老奴，郭贵嫔有身孕了。按照自己怎么不说？这个老奴不知，但是我想啊，冷宫那地方饮食不周，万一伤了皇子，那可是大魏的不幸啊。郭昭不说，甄宓也不说，他们俩倒是有一身傲骨。阿翁，你去冷宫，替我好生照看阿昭，不得怠慢。哎，回来！他要是认错了，让他自己过来跟我说。哎。只能我叫，你们不能叫。这还没扔洞房呢，就开始呼上了。丫头，快争啊上啊！胡姬慢一点，好晃啊！好嘞，公子。是车在晃还是你在晃啊？你不会喝，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儿？高兴。我看那些皇亲贵戚的宴会，你都不愿意去，怎么一个小丽的婚事，如此上心失态啊？这不像你啊！夫人有所不知，此人非比寻常，胸怀气吞江海之大志，可淳朴如赤子，着实难得。难得。是啊，天下人都是富一妻贵一友。他骤登高位，原本可以3妻4妾，没想到还心怀旧情，比你强啊！今日酒喝的实在太多了，如夫人句句都往那儿引，我就有长醉不醒了。我这还没生气呢，你倒先装起来了啊！你还没回答我，到底为何对一个区区小丽如此上心？这句啊，夫人，
陛下现在最为担心的，就是宗族将军们的势力如此之大，唯一能与陛下解忧的，就是再有一支力量与之抗衡，那就是氏族的力量。那你可以借助崔巡那样的氏族大家的力量与之抗衡啊。他们不姓司马，仲达与夫人也只有时而昭儿2个儿子。仲达要的是学生，这些寒门精英，就是明日的朝堂栋梁。这都是曹丕让你做的。陛下嘴上不说，可心里都心知肚明。他要的就是我，替他与宗族对抗。那他为何还要派那个女人来我们家？黑白双子的博弈，如果把黑子去了，白子就做大了。陛下要的是权力制衡，任何一方做大，都不是他所乐见的。那我得杀了他们。夫人说笑了。不能，白凌云不是天流，陛下也不是曹孟德。夫人当日杀了天流没有后患，那是因为曹孟德有袁绍之外患，无暇顾及。可此时，陛下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可谓是专心致志。到家了。夫人要拉仲达起来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要做走马灯吗？按理说应该去戏院转一转，当然，这全要听夫人的意思。看来今天不用去了。人都转到前院来了。老爷，夫人。你们聊。何事啊？老爷，妾有要事禀告，请老爷移步至妾的房内。就这说吧，没外人。哟，我这都成外人了。老爷，请借一步说话，妾真的有要事禀告。你这点心思用来争男人，可真是大材小用啊！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我们家姑娘根本用不着争什么。既然张夫人你不想知道郭贵嫔因为你被打入冷宫的事儿，小媛，别说了。你说什么？把话说完。阿照怎么了？郭贵嫔不肯放弃与夫人之间的姐妹情，老爷在陛下面前就永远做不了可以被信赖的忠臣。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下去。我之所以要避开夫人，是因为一旦在夫人面前说了，就应了郭贵嫔与夫人干政的罪证，就会害了郭贵嫔。懂了，去吧。你先退下。别算了，阿照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他说被打入冷宫了。你快去问问呐。好。
姑娘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陛下为了测试郭贵嫔的忠心，命郭贵嫔亲自下达让老爷休妻的圣旨。郭贵嫔为了自己的姐姐抗旨了。这陛下不是已经1日2下圣旨？我家不已经让姑娘进门了吗？这仅仅是为了我吗？陛下看到郭贵嫔对他姐姐的真情，也看到了老爷跟夫人之间的真情。这2份真情，有可能使得郭贵嫔对老爷跟夫人言听计从，成为老爷干政后宫的把柄。老爷，你可别忘了，是你谏言禁止后宫干政的，而如今你也成了半个外戚。姑娘所言极是。再者，曹真在今日向陛下献上山阳宫刘协的2位公主，甫一入宫就同封贵人，想必郭贵嫔以后在宫里的日子只会更加难过。司马懿从未有倚赖夫人、借郭贵嫔干预朝政之心，望凌云姑娘在陛下面前实言相告，解陛下心结。哦，凌云姑娘有上达天听之便，还望姑娘在陛下面前多多周旋，以解郭贵嫔之危。妾人微言轻，妾又怎敢去干预陛下的家事呢？这不单是陛下的家事，这也是你我的家事。姑娘曾言道：“进了一家门，就是一家人。”凌云，与我不见外。那老爷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老爷，老爷喝多了，快扶到屋里去吧。来吧，老爷，快点。妾逗老爷的。妾虽然区区测试，却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留住男人。老爷若累了，就早点回房歇息吧。郭贵嫔的事，妾会尽力一试的。妾先退下。走吧。差不多行了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。走了。司马懿，真如你所说吗？是。那朕还能相信你吗？能。因为一旦陛下发现妾偏袒司马忠诚，无法对陛下效忠的时候，就会让妾离开他。如今，这是对妾最大的惩罚了。他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吗？能够让你舍生忘死？陛下应该比妾更清楚，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力量吧？朕当然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力量。这事，朕希望能够相信他，一直相信他。好了，朕知道了。送百夫人回去，顺便把郭贵嫔接回来。是，陛下。夫人，请。
情。屯田令，陛下，现在乔县县令已定，屯田令是什么职务啊？屯田令是朕新设的职务，专门负责屯田、水利、粮草职务。屯田令与地方县令职务并不冲突，直接由尚书台来负责。地方郡守也要遵从屯田令。轩儿，第一任屯田令就设在乔县，你好好配合邓艾，替咱们家做点长脸的事情。臣遵旨。啊，陛下若没别的事情，臣等先告退了。陛下想励精图治，我看屯田之事是势在必行了。邓艾一介小吏，我倒是能对付，关键是司马懿还有陈群。父亲、舅舅，今后朝堂之上，你们要多加小心了。屁话！怎么，你舅舅还怕了他不成？啊？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那个邓艾，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。你去了之后，送他钱，送他女人，把他养肥了，咱们才好宰。老爷，怎么样？请老爷带我去见夫人吧。夫人，夫人，百姑娘跟你说阿照的事。阿照怎么样了？拜见夫人。妾离开宫中的时候，陛下已经派侍内监去把郭贵嫔给接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我也是刚听见，等你一起来听。多谢百姑娘。老爷，你可先别谢我。为了老爷和夫人着想，妾希望夫人能够答应我一件事。说。所谓真情，是为了对方着想，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。夫人，不要再见郭贵嫔了，不要再与她互通有无。最好忘了她是你妹妹。她现在在宫中举步维艰，夫人，你与她的感情现在对她而言是毒酒，而非良药啊。我明白，我不会再进宫了。夫人是慧人，那妾就不打扰老爷还有夫人了。好事啊！这下心就应该踏实一些了。这次还真是要多谢百姑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他比我有本事呗？他能救你，能救阿照，我做不到。我是说我们要谢谢他，
我们要感恩。我没说不感恩呐，感恩呐。去，你让侯吉给你煮些热水沐浴一下，去以身相许。夫人，一会儿晚饭的时候啊，我就让侯吉下药把他毒死，好吧？这个好，你有胆吗？还是让侯吉去把我腌的笋干给他送2罐过去吧。冬笋啊，那个冬笋干儿，它也不算什么好东西啊。人家是亲使出身，你看你开春买那2副耳环，有一副你又不喜欢，也不戴，啊？我呀，就是毛糙，不如夫人想的周到。送笋干啊，真的太好了，又清淡，又滋养，还不见外，太好了。哎，老惹夫人生气。去吧。我去跟侯吉说一声，马上就回来。孙干，夫君，这是本县历年以来的公文，请你过目。屯田令到了吗？啊，屯田令3日前已经到了。这么快？我与他是同日启程啊。哎，这位屯田令啊，来的时候只带了1位夫人，各骑1头骡子，带上文书就直接上任了。行李呢，就2个包袱。挂在骡子上，跑得可快了。下官为官10年，这事儿还是头一回见。屯田令的衙门设在何处？下官已经为他备好了衙门，可屯田令说，记长田监事不得擅离职守，便在防军边界之处租了3间民房，1间他自己住，2间给文书胥吏住，这就成衙门了。这几日他也不在衙门，带着人走乡串户去了。倒是这位夫人甚是奇特，成天跟着夫君抛头露面。听说只有这位夫人在的时候，屯田令说话才顺溜。这实在是……够了，不用说了，咱们去看看。是。留下吧，我们是来服侍你的。对呀，夫人。来，你让我们留下吧，夫人。夫人，出去。走。夫人，我们家没有请你们，而且我和爱哥哥也不需要婢女。奴婢们是奉我家公子之命来伺候屯田令跟夫人的。是啊，我们家有饭吃，不需要你们家公子给钱。这些钱你们拿着，路上备车用吗？夫人，不送了。哎，夫
夫人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个邓世载还真是厉害，不出10日，乔县的公司田亩就被他勘察清楚了。勘察容易，实施难呢。你看那乔县哪还有可屯之田呢？要从那些勋贵宗亲们手里头把田地收回来，无异于虎口拔牙。那我们就把虎口撬开，让他拔牙。你当初是怎么当上太子的？你忘了吗？儿子，从未忘过任何一事。我说到你心里去了，是吗？你恨子建，恨子文，恨你所有的兄弟。是我这几个弟弟开始担心皇位了。好，放眼孙刘有万亩良田，让他们去替大魏灭了刘备，再灭了孙权，朕可以封他们为王。这残破的中原，儿子恳请母后留给儿子一个人来守。你这个逆子！传上书台，拟旨：妇人与政，断之本也。从今往后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后族之家不得辅政之人。一统天下，也是要靠人领兵打仗的。你把这些将军们得罪光了，谁还打仗？谁还去打仗？老将军言下之意是，新政若再施行下去，这些宗亲将军们就要以兵权抗命了。我是担心新政变乱政。下官对老将军，若有一丝不敬之意，定当以此谢罪。请陛下赐罪。待朕扫平叛乱，离开邺城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他这到底是让你去平叛，还是让你去送死啊？陛下，这已经是在极力庇护于我了。庇护你？夫人放心，我呀，一定做留下惠。活着回来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陛下，可是要为辉儿赐婚？御史中丞司马懿的长子，司马师，如何？啊，这陛下呀，是要保全司马懿的儿子，就一个小子而已。将来我放他一条生路无妨，但是我想要的是司马懿永远不能再回朝堂。